各位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在新加坡喝完饮料随手扔瓶子就是在扔钱，开车上路可能随时在违法，去医院看病得多准备几千块现金，你可能以为我在开愚人节玩笑，但很遗憾，这一切都是4月1日生效的残酷现实。你以为买瓶可乐只是解渴？错，从现在起，你是在进行一项强制储蓄，每一瓶多付1毛钱押金，听起来不多。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拿回来，这1毛钱就等于白送。更反直觉的是，退钱还不给你现金，只认指定的电子钱包。你以为买了全险去私立医院就能高枕无忧当自助餐吃？错，新的医保政策直接告诉你，全包时代结束了，自付额上限直接翻倍到6000新币，这意味着重病之下你得实实在在多掏腰包。这5项新政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有环保，有医疗，有交通，有生育，但如果你把它们串起来看，就会发现新加坡政府正在下一盘极度精明的大棋。这盘棋里，谁是受益者，谁又是那个必须买单的人？今天我们把话说明白。我们常说新加坡是效率之城，一切井井有条。这次新政似乎也给了大家足够的温柔。饮料瓶押金有半年过渡期，ERP 安装给你3个月免费期，医疗险甚至给了劳保户2年缓冲。听起来是不是很人性化？感觉政府怕你适应不了，特意慢下来等你。但你仔细看看这些政策的落地背景，饮料瓶押金制从2020年谈到今天才落地。ERP 2.0 为了从闸门换到卫星定位，也是铺垫了数年。新加坡做事向来是规划先行，分步走。这些缓冲期就像是温水煮青蛙时那最后一点点凉水，又像是100米冲刺前发令枪响后的那0.几秒反应时间。如果你真把这些缓冲期当成了休息区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听好了，新加坡政府给出的缓冲期从来不是让你等的，而是逼你动的。如果你现在不行动，等缓冲期一过，等待你的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和法律风险。先说最炸裂的饮料瓶，不是所有瓶子都能退钱。记住这3个死线：150毫升到3升之间，塑料瓶或金属罐必须干净且条形码完整。你平时习惯把空罐子捏扁，对不起，机器不收，1毛钱没了。你喝的是纸盒牛奶或者玻璃瓶啤酒，对不起，不在范围内。最关键的，退回来的钱不给现金，你必须绑定 Simply Go as Link 或者 PayLah， 没绑，赶紧去弄，不然这钱你看得见拿不着。想象一下，你拿着一个稍微压扁了一点的可乐罐，站在全岛那1000多台回收机前，机器冷冰冰的把它吐出来，你身后排队的人不耐烦的看着你。那一刻，你损失的不只是1毛钱，还有时间与耐心。再看政府为了催生下的血本，带薪育儿假加到10周，夫妻加起来能休7个月，连总理黄循财都亲自发帖喊话。但别高兴太早，这福利有门槛，孩子得是公民，你俩得给同一老板干满3个月，而且这10周默认评分，想调整得去 LifeSG 应用里操作，还得在孩子1岁前用完，提前4周跟老板请假，这流程少一步都修不成。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晰，政府愿意给钱给时间，但前提是你必须在一个极其规范的框架内运行，任何一点信息的错位都可能导致福利的落空。医疗这块最扎心，以前买个 IP 附加险，住院基本不花钱，很多人就有了自助餐综合症，反正保险公司买单，那就多住几天。结果私立医院账单5年涨了快1倍。现在政府出手了，禁止销售全额覆盖自付额的保险，共同付费上限从3000翻倍到6000新币。好消息是保费可能会降，坏消息是真生病了，你得多准备现金。这就是典型的用经济杠杆倒逼行为改变，把一部分风险强行塞回给个人，让你在签字住院的那一刻手稍微抖一下，多想1秒钟，这钱花的值不值？开车的朋友注意2个雷。第一， ERP 2.0 卫星定位收费来了，如果你属于那7%还没装 OBU 的，赶紧趁着最后3个月免费期去装，过了这村就得自费70块，到了2027年不装上路就是违法。第二，开柴油商用车的，尾气标准从60 HSU 收紧到50 HSU 超标，直接不让入境，运输成本上涨几乎是板上钉钉，最后涨价的还是咱们买的东西。
这不仅仅是换个设备那么简单，这是新加坡交通管理从点线控制向全面覆盖的质变。以后你的行驶轨迹、时间、地点，在卫星注视下一览无余，想钻空子门都没有。唯一算得上好消息的是，原本要征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税 （SAF 税）延期了。因为中东局势和油价压力，民航局决定让大家喘口气，推迟到2026年底再收。买机票暂时能省一笔，但记住，是延期，不是取消。这只是政府在宏观经济压力下的战术性后撤，环保的大方向从来没变过。这笔钱迟早要从你的机票里扣出来。看到这儿，这5项新政里哪一项让你觉得最麻烦、最肉疼？是得像伺候大爷一样伺候空瓶子，还是看病得多掏钱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第一反应。为什么这些政策要在4月1日集中爆发？往深了看，新加坡正站在2个悬崖边上，一个是人口悬崖，2025年生育率跌到0.87的历史新低，副总理都警告2040年人口要大减，所以必须砸钱让父母休假生娃。另一个是环境红线，柴油车污染、塑料垃圾围城，逼得政府必须用重点。这些政策不是没事找事，是形势所迫的应激反应。新加坡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腹地的小红点，对资源的焦虑感是刻在骨子里的。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环境承载力，一旦触碰红线，反应必然是剧烈且迅速的。我们来算一笔经济账，特别是医疗这块。之前的全额报销制度培养出了人性的贪婪自助餐综合症，私立医院账单中位数一路飙到15700新元，年复合增长11.5%，这谁受得了？保险公司扛不住就要涨保费，最后还是所有人买单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政府这次的新政逻辑非常清晰，用提高自付额的方式强行按住过度医疗的手，把飙升的医疗通胀压下来。保费虽然降了点，但风险实际上转移到了真正生大病的个体身上。这就是残酷的精算逻辑。为了维持整个医疗体系的可持续性，必须牺牲掉一部分人的舒适感，让价格回归理性。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治理模式的彻底数字化。你看，饮料瓶退钱不给现金，只给电子钱包。ERP 从路边闸门变成了天上的卫星定位。OBU 育儿假调整要用 Life SG 应用。这说明什么？在新加坡，如果你跟不上数字化的步伐，你连退个瓶子钱的资格都没有。系统越来越智能，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拖欠 ERP 路费不再是犯法，而是行政事务，看起来轻了，但不交罚款就锁死你更新路税的权限。这种软刀子杀人的行政手段，往往比直接罚款更有效率。这就好比以前大家吃大锅饭，现在改成点菜制，还得自己洗碗。政府从保姆变成了严厉的管家，规则定得死死的，执行全靠系统盯着。任何试图绕过系统或者跟不上系统的人，都会被精准的识别出来并付出代价。看懂了这些，你就该明白，新加坡这波新政表面看是乱糟糟的一堆规定，实际上是一条清晰的主线。在环保要搞、民生要顾的大背景下，政府正在极其精明地重新分配社会成本。他用缓冲期展现姿态，用数字化提高效率，用经济杠杆倒逼行为改变。面对这样一个精算到骨子里的治理体系，我们普通人能做的绝不是抱怨，而是以最快的速度适应。因为在效率第一的市城，跟不上节奏的人注定要支付更高的适应税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了在这个极其高效但也日益昂贵的城市生活下去，你做好了哪些改变的准备？政策是政府的，但钱是你的。该留小票留小票，该预约安装去预约，该翻保险条款赶紧翻，别等到真要掏钱的那一刻才后悔莫及。如果你想在新加坡活得明白，不花冤枉钱，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接着拆解这座城市的生存法则。